在一个阴暗潮湿的洞穴内，一群师生正惊恐地望着前方，因为他们出去的路被洪水给挡住了。带头老师决定采用人链的办法，让学生一个一个趟过去，但一名女生却在即将上岸时突然被洪水冲走。一名学生和2个老师立刻下去营救，可之后也消失在了洞穴深处，而洪水依旧在往上涨，剩下的人也被困住，危在旦夕。这一幕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神秘溪洞穴事件啊，是神秘溪，不是神秘园。在澳大利亚的正南边有一座新型岛屿，叫塔斯马尼亚岛，也是塔斯马尼亚州的所在地，面积约6.4万平方公里，其中有4成面积都被列为了国家公园。在这些山体内部分布着数量庞大且异常壮观的洞穴系统，迄今为止已探明的洞穴就将近有4000个，这些洞大都被称为溪洞，顾名思义啊，也就是经常会有溪流出现的洞穴。我们本期故事的发生地神秘溪洞就是其中之一。神秘溪洞位于西南国家公园的东郊，靠近爱达湾铁路。洞穴的垂直深度虽然有210米，但从入口进去后却是一个总落差只有10几米的水平通道，也是整个洞穴的底部。垂直部分一般只有专业探险者才会进入，因此神秘溪洞就成了当地少数可让游人进入的洞穴之一。但这并不意味着里面就安全，下雨时这个洞穴也会形成很多溪流，有时甚至会被洪水灌满，所以在雨季时这里一般是不让进的。可在上个世纪，这的管理还没有那么严格。1970年7月2日，来自霍巴特市塔鲁纳高中的8名9年级学生报名参加了学校的夏令营活动，他们的年龄都在14、15岁左右。几天前，他们刚刚结束了漂流、悬崖绳降等探险活动，今天则要前往神秘溪洞进行洞穴探险。领队是学校的体育老师马克西利，当时他妻子已经怀上他们的第2个孩子。马克有着20多年的户外活动经验，对滑雪、浮潜和洞穴探险都很擅长。那些天恰好是该地区最潮湿的几天，大雨已经下了2天2夜。不过他们出发时雨已经停了，但为了保险起见，马克还是找了2名老师帮忙。在公园管理处签过名后，马克带着他们通过步道开始向神秘溪洞走去。看着沿途的森林，学生们非常兴奋，他们一边走一边唱着歌。下午1点左右，一行人来到洞穴入口，这时有一人刚好从洞内出来，那是附近的一所大学的学生。他告诉众人，里面的水有点多，有些地方把他的胶鞋都淹没了，所以他决定不进去玩了。马克听后有点犹豫，但他又一想，这个洞穴并不长，而且自己对里面比较熟悉，问题应该不大，所以他们商量后还是决定进去。出发前，他们还在洞口拍下了这张照片，但有些人还不知道，这张照片竟成了他们的遗照。马克等人进去后发现，洞内虽然有溪流出现，但水并不多，有些地方是有点深，但马克对这里比较熟悉，他很快就领大家绕了过去。一路上，学生们不时地发出惊叹声，五彩斑斓的钟乳石在岁月的雕琢下像艺术品一样垂挂如帘，栖息在此的萤火虫不断发着光芒，使得洞内如梦境一般美不胜收。再往里，他们还欣赏了美丽的地下瀑布，爬了被称为火柴盒挤压区的狭窄通道，以及被称为洗衣槽的螺旋空间。就这样，不知不觉3个小时过去了。而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在他们玩耍期间，山体吸附的大量雨水一直在往洞穴内汇聚着。时间来到下午4点半，马克带着众人开始返回。可当他们到达底部的水平通道后，发现进来时看到的小溪，这时已经变成了宽约2米的洪流。当时他们所处的情况，这里切换成俯视图更容易理解。红点是11人所在的位置，这里恰好是一个直角，中间被洪流隔开，他们必须先到对岸，然后再穿过其他积水区才能出去。马克试了试，发现水深有70厘米左右。经验丰富的他想到了一个办法，他挑了6人陪自己一同站在河里搭成人链，力气最大的马克站在中间，两边也是强壮型的男生或老师，剩下5人则扶着他们横渡过去。这个计划看似完美，实则并不安全，因为这段通道有一些坡度，水流也比较急，横穿时一不小心就容易摔倒。可因为没带绳子，他们也不得不这样做。第1个孩子顺利通过，第2位是名女生，虽然她中途跌倒1次，但最终也是有惊无险的通过。接下来的2人也很顺利。最后一名学生叫安妮塔·努普，她通过时水流进一步变大，但在众人的保护下行进的也算稳定。可就在即将上岸时，她突然被一块石头绊倒，湍急的洪水立刻将她往洞穴深处推去。他的好友弗朗西斯·奥尼尔看到后，二话不说就跳进水里想要救他，但他也被水冲了下去，只剩一个头盔和手臂还露在外面。河中央的马克心急如焚，他想去救人，但如果他松手的话，两边的孩子就会有危险。于是一个叫乔安妮·卡斯伯特的老师对他说，你别动，我去救他们。说完，乔安妮就跳了下去。马克赶紧把水中的几人送到对岸。
可等他回头时，却发现水中的3人全都消失了。马克立即跳进水里寻找，因为害怕再有人因为下来施救被冲走，马克又奋力游回来，对剩下的7人大喊：“待在原地，不要动！”说完，他再次潜入水中，但水下一片浑浊，马克什么也看不见。几分钟后，他又回到干地上，然后顺着上一层通道疯狂向洞穴深处跑去。或许3人已经被冲到了下游，他在通道另一头应该能找到。马克潜入一个又一个空间寻找，但始终没有发现3人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洞里的水依然在往上涨。马克与另外7人逐渐被洪水隔开，他被困在洞穴深处，已经出不去了。时间来到了晚上7点左右，因为进出公园需要签名，可都这个时候了，马克等人却一个没有出来。公园的工作人员赶快拨打电话报警。晚上10点55分时，警察和洞穴探险专家终于发现了被困的7人，里面有6个孩子和一个实习老师。为了在黑暗中保持温暖，他们围着老师挤成一团，有些人还因为恐惧小声地抽泣着。因为他们被洪水包围，警察也过不去，他们只得通知外面的人去拿设备。在7月3号凌晨2点半，他们用梯子架桥，终于把7人救了出来，但马克等4人却不见踪影。因为再往里洪水太宽太急，所以搜救人员也无法进去。所幸到了凌晨5点左右，洪水慢慢退了下去，搜救人员立刻进入洞穴深处寻找。没多久，他们在一块岩石上发现了马克，他还活着，但状态很差。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，满脸都是痛苦和绝望。不管搜救人员怎么劝，他都不愿起身。到了早上6点时，他才终于同意离开。又经过6个小时的搜寻，失踪的另外3人也被找到，2名女生和一个女教师。可惜的是，他们已经全部溺水身亡。但这起事故到这里并未结束。出去后，没有人责怪马克，大家认为这只是一场意外，而马克寻找寻生的举动很像是一名英雄。但马克自己却陷入了深深的自责。他对妻子说：“他们应该责备我，这不是意外，是我害死了他们，我不该带他们进去。”马克就像换了个人一样，他的身体出来了，但灵魂却留在了洞内。2个月后，马克跟妻子说：“我想去滑雪旅行，以清醒头脑。”看着日渐憔悴的丈夫，妻子立刻就同意了。但他没想到的是，马克并没有去滑雪，而是来到了墨尔本的一家旅馆。1990年9月10号，也就是另外3人去世的70天后，马克从旅馆的10楼楼顶跳了下去。警方在他住的房间内发现了一封充满愧疚的遗书。到此，神秘西洞事故的遇难人数也有3人变成了4人。这起事故，调查人员也客观地给出了报告。他们认为，造成这起事故的并不只是天气，还有学校与马克。学校给他们提供的装备太过简陋，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马克因为自信和侥幸心理，做出了进入洞穴的错误决定。所以朋友们，一定不要轻视洞穴的危险性，哪怕它看起来非常简单，非常安全。好了，那本期视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，感谢各位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